帮你整理澳洲知识，带你了解澳洲文化。大家好，我是 Jane。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刚开始到澳洲的时候，总是分不清楚正职工作跟约聘工的区别，还有像病假、年假、事假等等的休假到底是怎么算的。我呢是直到真正进入职场之后，才开始了解的更多一点。所以今天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类的资讯。我们来聊一下澳洲常见的3种受雇类型，还有7个政府规定的休假种类。首先来跟大家谈一谈澳洲常见的3种受雇类型。第一个是 casual， 也就是临时工。casual 是以小时或天数来计算薪资，他们不享有公司的福利跟休假，主要特色就是可以随时来随时走，离职不需要提前跟雇主报备，但同时也可能随时被解雇。第二个是 contractor， 就是俗称的约聘工。约聘工的合约大多是3个月起跳，平均是6到12个月一续，也有24个月一续的。在澳洲的文化里，你可能会看到很多 contractor 的账面薪水比同样职位的正职员工，也就是 permanent 还要高出一截。这是因为约聘工他们没有跟正职员工在公司里一样的福利，也不能保证合约到期之后雇主还会再续约。很多人会选择约聘工，除了薪水之外，其实也看上了这类工作方式的自由跟弹性。因为 contractor 他们不需要参加公司额外的培训跟活动，离职呢也不需要提前1个月就跟雇主报备。当然啦，这些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比较因人而异。第3个是 permanent， 可以是 full time 或是 part time。permanent 就是正职员工的意思，那他们有分2种，全职跟兼职。全职跟兼职唯一的区别就是全职1周要工作5天，而兼职则是4天以下。而全职跟兼职的员工都享有公司的所有福利跟培训。大约解释完了澳洲的3大雇佣种类区别之后，我们来说说正职员工的7个休假种类都包含了什么吧。首先呢是 annual leave， 直接翻译为年假，也可以看成台湾的特休。不过在澳洲，无论你的年资是多少，工作1年的年假就是20天。那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可以积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没有用完这20天，那明年你就可以从20天再往上加。有些公司甚至可以预支年假。但是呢，这20天并不是上班第1天就直接给你，而是你每天工作慢慢累积换来的。那有这样的年假福利听起来是很棒，但其实澳洲它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强制请假。因为在澳洲没有春节，有圣诞节，不像台湾过年的国定假日一下连放好几天。澳洲呢，国定假日只有放12月25日跟26日2天，再加上元旦的1月1日，所以其实很短。可是呢，在中间的这几天，很多人都会选择直接请假连放。这样子的话呢，有些公司就会干脆来一个 shutdown period， 就是说他们直接那2个星期都不开门，强制所有人都得请假。像这种情况的话，就算你想要照常上班，不想要把宝贵的年假花在这段时间里，你也会被公司强迫这么做的。那第2个呢，就是 sick leave， 这边指的是病假。在澳洲，除了自己生病可以请病假之外呢，如果是家人生病的话，也可以请这个假来照顾家人。那么和年假一样，病假呢，它也是按工作时数来计算的。工作1年可以享有10天的带薪病假，那无薪病假的话，就是要看各公司的规定了。第3个是 jury duty leave，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假，中文直接翻译叫做陪审团义务服务。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法政主题的电影或者影集里面见过陪审团的桥段吧。身为澳洲的公民，如果法院开庭要叫陪审团的时候联络到了你，那你就需要去。这就像征兵制一样，是一个强制性的公民义务。但是其实呢，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会比较低，平均大概每2到3年它会发生1次左右。而且呢，叫过太多次的人比较不会有几率再被轮到。所以这个假它并不是直接带薪，而是公司在你做完陪审团的义务服务之后再补付给你的，也叫做 make up pay。而且呢，只有前10次才会有。
当然啦，你要在一间公司的任期内担任陪审团超过10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4个 maternity leave 产假又称育婴假，雇员在一间公司工作满12个月之后，就有权可以申请留职停薪的育婴假，最多可以申请24个月。育婴假它是男女都适用的，只要是正式同居的伴侣，也就是 de facto， 无论性别性向、生产或者领养婴儿都可以申请。如果工作不满1年的话，员工在怀孕期间告知公司，就按公司的规定办理。第5个 long service leave， 这又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假，中文直接翻译是长期服务假。在同一间公司工作超过7年之后，就可以申请这个带薪假。可是各州的规定有所不同，比如在雪梨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就是在同一间公司要工作10年才可以请2个月的带薪假。第6 family and domestic violence leave， 这个是2019年底才通过的新规定，中文是家庭暴力事假。如果你或是家里的人受到了家庭暴力，1年可以申请最多5天的无薪假来处理这些事情。最后一个是 compassionate and bereavement leave， 简单来说就是丧假。直系亲属、兄弟姐妹或者伴侣的直系亲属死亡或重大伤病，就可以申请1到2日的带薪丧假。以上呢就是澳洲正职员工有的7种休假。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休假的细节，你可以上 Fair Work Ombudsman 这个政府网站来查询。Fair Work 呢，它有2个部门，一个是 Fair Work Ombudsman， 这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它是关于公平工作相关法规制度的部门。那另外一个呢 Fair Work Commission， 它是帮雇主跟雇员调解合约纠纷的另外一个部门。想要在澳洲安心且合法的工作，就需要了解这2个政府机构，才能保障你工作的权益哦。聊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对于澳洲的雇佣方式，还有正职员工的休假种类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